提到中秋节，大家除了想到赏月、吃月饼，肯定也听过不少和这个节日有关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就像藏在月亮里的秘密，一代传一代，既有趣又带着浓浓的文化味。今天咱们先聊两个最经典的中秋故事，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和充满深意的吴刚伐桂，把他们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再看看故事里藏着的那些情感与道理。首先得说嫦娥奔月，这绝对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故事，几乎每个华人小时候都听过。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有10个太阳同时出现，晒得大地干裂，庄稼枯死，河水干涸，老百姓连喝水都成了难题，日子过得特别苦。有个叫后羿的勇士，力大无穷，还练就了一身好剑法。他看着百姓受苦，心里像被火烧一样着急，于是决定帮大家摆脱困境。后羿背上弓箭，来到最高的山顶，深吸一口气，拉满弓，瞄准太阳一箭射去。只见一个太阳冒着火焰坠落下来，空中还传来滋滋的声响。他接着又射，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，只留下最后一个，让他每天东升西落，给大地带来适量的光明和温暖。这下老百姓终于能正常生活了，大家都把后羿当成英雄，纷纷带着礼物来感谢他。不少人还慕名来拜他为师，学习武艺。在这些徒弟里，有个叫冯蒙的人，他表面上对后羿恭敬有加，端茶倒水从不怠慢，背地里却特别贪心，一直惦记着后羿手里的一样宝贝长生不老药。这药是西王母因为后羿射日有功，特意赏赐给他的，据说吃了就能脱离凡胎，飞到天上成仙，长生不老。后羿虽然渴望长生，但更舍不得妻子嫦娥。嫦娥温柔善良，平时里总是帮着后羿招待徒弟，照顾邻里，和后羿感情极好。后羿不想独自成仙，就把长生不老药交给嫦娥保管，还跟他说，咱们再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能找到让2个人都长生的法子，到时候咱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可他没料到，冯蒙早就盯上了这药，一直在找机会下手。有一天，后羿带着徒弟们去山里打猎，冯蒙故意捂着头说自己头晕，找借口留了下来。等大家走远后，冯蒙立刻变了脸色，拿起一把刀就闯进后羿家里，把刀架在嫦娥脖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，把长生不老药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嫦娥知道自己力气小，打不过冯蒙，要是要被他抢走，以他的贪心，肯定会用仙术害更多人。情急之下，嫦娥趁冯蒙不注意，一把抢过桌上的药盒，打开后将里面的长生不老药全吃了下去。刚吃完药，他就觉得身体像被清风吹起来一样，慢慢变轻，双脚不由自主地离开地面，朝着天上飘去。他心里满是对后羿的牵挂，不想飞得太远，就朝着离地球最近的月亮飞去，最后落在了月亮上，成了月宫里的仙子。傍晚的时候，后羿打猎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桌椅都倒在地上，嫦娥也不见踪影。他心里一紧，赶紧问邻居，邻居告诉他，下午我们看到你家娘子朝着月亮的方向飘走了，飞得可高了。后羿瞬间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，又伤心又着急，朝着月亮的方向拼命跑，可不管他跑多快，都追不上远去的嫦娥。后来，后羿在院子里摆上嫦娥平时最爱吃的蜜饯、水果和糕点，对着月亮的方向祭拜，嘴里还念叨着，嫦娥，你在月宫里还好吗？我会一直想着你的。老百姓们知道了这件事，都被后羿和嫦娥的感情打动，也跟着在自家院子里摆上贡品，祭拜嫦娥，慢慢就形成了中秋节祭月的习俗。不过嫦娥奔月的故事其实还有不同的版本，每个版本都藏着不一样的深意。有个版本里说，后羿射日之后，渐渐变得骄傲起来，觉得自己救了百姓，功劳最大，开始用自己的本事欺负人，还经常打骂徒弟。嫦娥看在眼里，心里又难过又无奈，多次劝说后羿，你不能这样，大家尊敬你是因为你救了大家，不是让你欺负人的。可后羿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觉得嫦娥多管闲事。嫦娥担心长生不老药落入后羿手里后，他会变得更肆无忌惮，用仙术欺压百姓。无奈之下，才决定自己吃下灵药，飞到月亮上，既保住了药，也断了后羿成仙的念头。还有个版本更温情一些，说西王母给的长生不老药，其实分量够2个人吃，只是需要配合特定的时辰才能生效。后羿想着嫦娥跟着自己受苦，就想让嫦娥先成仙，自己留下来继续保护百姓，
等找到合适的时机，再想办法和嫦娥团聚。嫦娥拗不过后羿，只能先吃下灵药飞到月亮，等着后羿来找自己。不管哪个版本，嫦娥和月亮的联系都成了中秋节最浪漫的符号，也让大家从故事里看到了善恶的选择、取舍的无奈和对家人的牵挂。聊完嫦娥奔月，咱们再说说吴刚伐桂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可能没有嫦娥奔月那么人尽皆知，但同样特别有意思，还带着点励志又无奈的味道，让人心生好奇。传说月亮上有一棵巨大的桂树，这棵树高的能通天，树干粗的要好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过来，枝叶茂盛的能遮住大半个月宫。而这棵树就是吴刚一直在砍的桂树。那吴刚为什么要日复一日的砍这棵树呢？其实吴刚原本是凡间的一个普通人，他从小就特别羡慕神仙，总想着能学习仙术，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。后来他好不容易托人引荐，拜了一位仙人为师，跟着仙人学习仙术。一开始吴刚还挺认真，每天早早起来打坐练口诀，可学了没多久就觉得这些事情特别枯燥。他开始三心二意，有时候想着去山里抓兔子，有时候又想着和山下的村民喝酒，就算待在师傅身边也总是走神。仙人看吴刚态度不端正，学仙术没有恒心，就想教训他一下，让他明白做事要坚持到底，不能半途而废的道理。于是仙人用法术把吴刚送到了月亮上，指着那棵巨大的桂树对他说，这棵桂树挡住了月宫的光线，你要是能把它砍倒，我就收你为正式弟子，教你真正的仙术，让你成仙。吴刚一听心里特别高兴，觉得砍树是件简单的事，不就是挥挥斧头吗？他立马拿起仙人给的斧头，朝着桂树砍了下去。可他没想到，这棵桂树被仙人施了魔法，只要他的斧头一离开树干，砍出来的伤口就会立刻愈合，不管他砍多久，桂树都还是完好无损的，连一片叶子都不会掉。就这样，吴刚开始了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砍树生活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拿起斧头砍树，砍到太阳落山，手臂酸得抬不起来，可桂树还是老样子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快把树干砍断了，满心欢喜地等着树倒下，可第二天一早醒来一看，树干上的伤口早就愈合了，和没砍过一样。吴刚心里又着急又挫败，好几次想放弃，把斧头扔在一边，坐在地上叹气。可一想到成仙的目标，他又咬着牙捡起斧头继续砍树。直到现在，传说中吴刚还在月亮上砍着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。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循环往复，像是一个永远完不成的任务，但其实藏着古人想告诉大家的道理。做事情不能急于求成，更不能半途而废。要是像吴刚一开始那样三心二意，就算有再好的机会也抓不住。而且有时候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修行，哪怕暂时看不到结果，认真对待的过程也能让人成长。现在大家中秋赏月的时候，要是仔细看月亮上的阴影，还会有人指着阴影说那是吴刚在砍桂树呢，让冰冷的月亮多了一份有趣的想象，也多了一份人情味。好了，上集咱们就先聊到这里，下集咱们再说说可爱的玉兔捣药和充满奇幻色彩的玄宗游月，看看这些故事又藏着哪些中秋的秘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